们逛过北京的胡同吗？我今天上午在这边转了一圈，发现就是逛胡同真的特别能了解老北京人的生活。但我也很好奇，真的住在胡同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今天要去的2个女孩的家就是在胡同的深处，听说她们家是可以上房揭瓦，躺在阁楼里看电影，听起来浪漫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去看看吧。你好，欢迎来我们家。大家好，我叫小凤，然后那个姓比较奇怪，就是上房揭瓦的揭，所以我现在的别称也叫揭瓦区区长。我是一个建筑师。清华念建筑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是照着所谓的你要像大师一样要做大项目。但是我本人呢，其实你会选这种专业，其实也是对于很多人的生活，你会有很多好奇心嘛。比如说你经常站到一个楼下，看到人家在做饭，或者说你看到他客厅里面的那些灯光，你会忍不住去想里面的那些人的故事啊，他家的格局是什么样子的。我叫聪聪，然后我是一位插画师，我住在小凤的隔壁，然后呢，我们俩是院友。18年4月份就从法国回来了嘛，可能自己在家工作的机会会比较大，那我就找一个胡同里面有院子的吧，就可以随时退出去。那于是机缘巧合就找到了隔壁，于是住了2年之后，这边的房子空出来了。房东就说他想要再把这边装修一下，变成2间，然后我就觉得那不然我来给您找一个房客，我们一起来住吧。所以后来就问聪聪愿不愿意过来，他来看完了之后就觉得特别欣喜。自己先大致做了一些模型，然后以及拿我以前那边的照片作为一个参考，就比如说招租嘛，改造的更符合他们之后住的那些需求。那房东很好啊。对，因为他一直住在胡同里面，看到的都是可能破破烂烂的那种嘛，所以看完了之后他说啊，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所以15万就改造了这座房子。对，是的。哇，你知道我刚刚走过来的路上，然后看到很多树，就是好像也是这个树吧？这叫什么？西府海棠，就是北京有很多。我刚刚路过，然后就是看到一阵风飘下来，好多花瓣。我说我要在这里拍个照，我一站上去就一点风也没有，也没有花瓣，还要干一下。欢迎欢迎。你真的是把椅子有什么故事？椅子是小凤捡回来的啊，这是我们从巴黎的传统，在大街上捡东西，就是一个破椅子那里，就是这绳子是本来就有，不是我们编的啊，你们本来是一个就是破洞，下面是没有那个座位的。就是因为考虑到分成2家嘛，就这边是聪聪住的，然后那边是你住的。因为刘聪他很多时间在家画插画，我们就说这个空间比较完整一点，北房和以前的门房联系起来了，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工作室，就是聪聪在这里画画的一个地方。聪聪，你的工作台呀，太爽！就是你坐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我刚才说的那个花瓣雨飘落。是的。刚才看到一个像类似那样的车，上面写了一句话叫"北京老大爷带你逛胡同"。哦，是吗？对，真的很可爱。然后这个大爷是我之前在路上抓拍的，然后我搬过来的时候，就在这个门外，你刚好看到，就这个大爷出来倒垃圾，好巧，还光着膀子，拎着一个，然后我一看我就认出来大爷。所以租了这个房子，还给你提供了好多画画的素材。对，就这个环境很重要，因为突然之间你会画画呀，干什么都可以静下心来。就是我们经常说，你使用者跟一个空间是可以相互滋养的嘛。光线也特别的好，因为我印象中胡同的房子可能就是都光线比较暗，但是因为你们把这些窗什么的，对，因为我们一直对光线的要求也比较高嘛，所以在改造的时候都会考虑的稍微多一点点。这边就是聪聪的会客区，对吗？一个大沙发。对。
我俩都有在巴黎生活的经验嘛。那其实，在法国的时候，他们经常你很小的那种 studio 就一居室嘛，就是开放式的，它很大油烟，然后开放式的那种，你做饭跟朋友在那一块讨论的那种状态也是挺好的。你最喜欢摸植物吧？你看你的狗剩都快干死了。OK， 狗剩吗？所以你每个植物都有名字。那个植物叫什么？那个植物叫安娜，这是柳红，然后那边有个柳青。我也是从去年开始正式开始自由职业，不太顺吧，一整年。搬过来以后就觉得，这真的是2020年我身上发生的最好的一件事。就是我本来是一个爱睡懒觉呀，然后那种熬夜呀之类的人，然后搬到这边就很自然的早上可能天亮开始一天的耕作，浇花什么的，可能就门一开，窗户一开，然后呢点点香，然后打坐，放音乐，然后就慢慢的开始一天的感觉。我觉得这是我最舒服的时候。哇，这个屋子好像更大哦，是一个其实差不多，因为它是2间在一起，然后刘聪那边相当于是2个是一个 L 型的，那我的是2个并排的，所以看起来更大一点。然后我的话就一般坐在这个桌子这块，就面对着窗户来画画。前那块是一个房间，然后特别暗，以及它整个的顶上也包起来了，就把它砸掉了之后，那就露出它以前的梁架嘛。这房子大概可能100多年吧，但它房价也不是特别值，但大体是 OK 的。对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就是住在胡同里面，他说我就觉得你们是一种就是浪漫的想象。以前说胡同什么冬有雪花夏有草，然后你春天又有百花，秋天也有那些白果嘛。但是呢，它同样因为它离，比如说你底下就是土地，好多那种小蟑螂一类的是必不可免的嘛。那对于现在，比如说所有的城市，它的历史街区都想吸引一些年轻的，就是不同的那些居民的人群去里面有那种共生的状态出现嘛。你哪怕胡同里面，因为有很多4大乱建，看起来很像农村，就不太像一个城市中心该有的那种繁华的相貌。但就是由于这种很粗粝的那种质感嘛，它可以包容很多可能性。而且我发现你家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这块的家具比较中式，比较对。其实这个是以前房东留下来的，是他结婚的时候别人送给他的礼物。然后你看这个书柜，这个书柜其实那后面那块立板，其实是以前住在这块的爷爷的一个床，然后上面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建筑类或设计类，就很多奇奇怪怪的书吧。他们跟我说你在床上就也可以看见，我想去看看。哦，就是我这样躺在床上，我这样看电影。你可以把这个被子往那边再拉一拉就好了。然后我住到那边的一个变化是觉得，其实因为聪聪他人缘比较广嘛，所以他有很多各种各样很可爱的朋友。然后由于住在一起了，我也结交了很多新的朋友。这边的梁就是很原始的，它这个房子的。他以前是把吊顶做在梁下，就把它挡住了。然后我说你就把吊顶刨掉，但是你得到了一个很高的空间。对。就变成一个大台了。对，大台。好棒啊，这个设计。然后也可以顺便再看看之前的照片。好，就是以前、你看，就是我们现在位置。对，你看它的地砖也是那种有点地砖还蛮好看的。对，我也但为什么没有保留？是因为后来你要再做地暖嘛，就没办法保留。对，就垫的地暖直接铺在上面。这是以前的，其实是从我的客厅看到刘聪那边，聪聪那边，因为加了隔墙了。我明白你说的那个，他以前其实还是用这种墙石膏把它包住了，等于你把它拆掉，现在让他们全部都露出来了。对，就空间就很高敞。对，而且还更有风格。这个一看就是一个普通的老房子。对，是。
我也有一个细节我要说一下，我刚刚拿这个花，我本来预着它是很重，哎，你们有在看？就是我本来预着它很重，结果我发现他们插花的这个瓶子是个花园水瓶，我觉得很好呀。就是你怎么把现有的东西最大化的利用嘛，就是一个很好的现在的所谓的生态的一个态度。我爬的时候挺欢的，我等下下来就也是照着这个姿势下去。之所以大家觉得很向往，可能是因为坐在这里确实是能够看到平时看不到的。对，是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，老师就说，如果北京刮大风，你第二天一定要去景山，然后俯瞰底下四合院里面的人的生活。就你会看到清晨早起的时候，有人在院子里面遛鸟啊，然后刷牙呀，或者他出门买菜，就是你会觉得人生就有很多烟火气或所谓参差百态嘛。家对我来说就是我在哪儿就是家。搬到这里以后，有一种更通畅的感觉，然后整个人也会更舒服、更自在。你在一个地方是不可能住一辈子的嘛，永远都是一段一段的时间嘛。那你怎么把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过得更开心一点？就那个质量是更重要的嘛。那对于我来说，质量的一个体现就是你的朋友来到你家，是不是觉得很舒服，觉得像回到了他自己的家？那我以前经常会，比如说告诉朋友密码，他们自己直接进来，我不在家也行。然后以及他们愿意在我家花的时间多，大家一块看电影啊，或者吃火锅啊，这对于我好像是一个主人来说，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。